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？用最无辜的表情，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现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？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Sir，情况怎么样？购物中心外、庙外还有地铁站外的行乞活动全都不见了。自从小周暴露身份之后，他们就完全消失。看来他们做事真的很小心。至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，他们是同一个组织的，要不然他们不会同时消失。因为一时的冲动，结果破不了案，值得吗？你要骂就尽管骂吧，我骂你又怎么样？可以挽回什么？我一定会把他们揪出来的。怎么样？有没有从宋广华的照片当中找到线索啊？你们看，这张照片里的建筑物像不像工业区啊？宋广华为什么要拍这些工业区的照片呢？难道那些小孩都被关在这些工业区吗？就算我们的推测是真的，每个工业区看起来都一样，要怎么下手？我认得这棵老树。啊？这样你也认得出来？当然啦，它很出名的。这棵是在阿摩 Industrial Park。你确定吗？多巴佑 Industrial Park 好像也有一棵哎。真的，到底是多巴佑还是阿摩 Q？ 好像是多巴佑，又好像是阿摩 Q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啦。好了，我们分两组，到红帽桥跟大巴窑的工业区去看一看。是不是同一棵树？你说我像种树专家吗？照片只有树干，怎么确定啊？那该怎么办？树是找到了，只是不能确定是这一棵。Sir，这跟爱情的道理是一样的。啊 Sir，不要犹豫了，你已经找到你的树，不需要再到处寻找。树看起来都一模一样，不仔细看怎么能够确定？Sir，别忘了，那棵树不是普通的树，是棵100年老树，所以 Sir，你要好好珍惜哦。错了，不是这一棵。Sir，你竟然这么狠心，小猪听了一定很伤心的。我是说，照片的这一棵不是这棵树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照片里应该有个小深滩，可是照片里却没有。那该怎么办？还要不要继续找？不用了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来找好了。Sir，我哪敢？就是你啦！就是这棵吗？哎呀，你在警局的时候不是说你认得这棵100年老树的吗？可是现在看看，又觉得不像哎。哎，肯定是。你怎么知道？直觉。我们一来就发现100年老树，会不会太巧了？加拿大的侦探家奥基斯特·杜宾说过，看似不真实的证据，往往就是破案的关键。你真的很肯定？不信就再去找找看喽，走。
是那个混蛋。我们果然没有来错地方了。警察，那些小孩在哪里？在里面。带我进去找他们。小猪，先不要急，等车来了才行动吧。再等下去，他们可就跑掉了。你打电话给老姑婆，我先继续看看。是，我们找到那些人了。人呢？在前面。最好不要跟我耍花样，走。站住！你要不要投降？快点把小孩放下！再过来，我就把小孩丢下去。你不要乱来啊！小妹妹，你不要害怕啊！你的呼吸器呢？来，快点把小孩放下！你不把枪放下，我就真的把小孩丢下去。你敢？哎呦，不知道有没有脑震荡，会不会有后遗症？放心啦，医生都说你没事了。医生，小孩怎么样了？他身体内多处严重出血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是我害死他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么冲动？为什么我那么心急？要是我那时等大队来的话，那小孩就不会死了。不关你的事啊！如果不是那个坏蛋心狠手辣，把那个孩子丢下去，他也不会死的。但是他恐吓我，我看他胆小如鼠的样子，我以为他不敢丢，没有想到他真的丢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手脚这么慢？是我害死他的。小猪，到这个时候你还想骂我啊？小猪这么伤心了，你还想骂他，太过分了。来喽，我需要安慰他。你们这些人渣，竟然利用残缺儿童来赚钱！什么人渣？我们免费提供他们食物，免费提供他们住所，连他们自己的父母亲都没有对他们这么好。要不是我们啊，他们早就死在街边了。根据我们移民厅的资料，这些孩子都是外地入境，他们是哪里拐来的？我们没有拐带什么小孩，他们是自愿来跟着我们的。你们不信，可以去问他们啊。你们老大是谁？不知道。最近临时拘留所来了很多犯人，有一个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，有一个杀人犯，哎，还有2个鸡奸犯，对不对？就算能够活着出来，也不一定会是一个完整的男人呢。我看你细皮嫩肉的，
应该会挺受欢迎的啊。是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商量。那要看你合不合作啊。你们要知道什么？你们老大是谁？他叫三角。我要他的真实姓名。我不懂他的真名，不过我们都叫他三角哥。他今年几岁？30多岁。他是不是本地人？听说是。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这里，去了马来西亚。这是我听说的，我不懂是不是真的。认不认得这个人？不认得。他是一名记者，9个月前追踪行启集团的报道而被杀。这件事是你们干的，对不对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三角哥向来做事情很小心啊，杀人这么大件事，他是不会跟我们这种小人物说的。怎么样？那个混蛋供出送广播的事了吗？他什么都说不知道，不知道。 9个月前，宋广发追踪行启的事件，接着被杀，然后整个集团全部消失。我相信他们跟他的死有关系。可是我们找不到证据，就不能向他们定罪啊！对了，小朱怎么样了？是，我打了好多次电话给他，他都没接。哎，小朱，你回来啦！你干嘛？我这次回来是想为自己犯过的错负责。你不要骂我，我知道是我的错。如果不是我鲁莽的话，小孩就不会死了。我是应该接受惩罚的。我知道你很想骂我，不过你可不可以让我讲完了你才骂？发生这样的事，我也不能原谅我自己。身为一名警探，我是应该沉着与冷静的。可是我竟然连这一点也做不到。如果不是我的冲动，悲剧就不会发生了。还有，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笨手笨脚，小孩就不会死了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是应该负起一切的责任的。你可以骂了。Sir， 你为什么要骂小猪？我都没有骂到他，我是要安慰他。小猪，你想骂就尽管骂吧。我只是想……对不起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小猪，小猪。 喂，唱够了没有？喂，真的要辞职啊？珍珠都没有比这个还真的啊！干杯！你再考虑一下吧。考虑，考虑，考虑。 我再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如果到时候你还要辞职的话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你在威胁我啊？喂，喂。 第二，什么事啊？还记得那天那2位记者吗？我始终不放心，所以叫娜娜去调查了他们的身份。原来男的是一名整容医生，叫做江在熙；女的是一名法医，叫于杰。你真的不认识他们吗？这2个名字我完全没印象啊。不
知道他们到底想怎么样。不如我们找他们出来谈一谈好吗？如果他们存心想对我不利，谈了也没用。难道你就任由他们来对付你？杜先生、杜太太，这一阵子传得沸沸扬扬的城市商业集团将要征用爱心孤儿院，这个消息已经被证实了。商业集团还限定孤儿院在3个月内必须搬迁。那会不会影响到那些孩子们？我刚跟孤儿院的负责人通过电话，他说还没找到落脚之处，恐怕暂时没有办法安顿那些小朋友。那些孩子岂不是无家可归了？这些商人也真是的，这么多个地段不用，偏偏要征用孤儿院。娜娜，去跟院方联络，商谈由我亲自为孩子请命。你疯了！如果你出面的话，你身份就会曝光了。为了孩子们的福利，我也管不了这么多。更何况该发生的始终会发生，逃避也不是办法。娜娜，赶快去安排吧。是的。你们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？这个人化成灰，我都认得他。这些照片，你是怎么弄来的？我是找私家侦探拍的。独角龙，这次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查过杜明和曼玲设立的基金会，这6年来，他们拨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。他们不但建特批学校，还提供援助金，帮助很多小孩子。独角龙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啊？够了！他就是知道自己做了太多坏事，所以想做一些好事来补偿自己的罪行。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掩饰他的罪行吗？独角龙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万一我们找错人怎么办呢？很抱歉，让我打扰一下。于杰的担心是没错的，需不需要找他确认？根本足不出户，我们要怎么确认？我听说杜明在筹办静坐抗议孤儿院被征用的活动，说不定这是个好时机。这就太好了，那我就可以亲自过去看看，这10多年来没见过的混蛋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份讯息传达出去。朱先生，请我们可以跟你聊几句吗？没问题。请问你们这次活动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目的是为孤儿院的儿童请命，希望商业集团能够多为这些不幸的孩子设想，改变商业策略。这是一笔牵涉上千万的投资，你认为商业集团会妥协吗？我们当然不敢奢望商业集团能够完全放弃投资，但至少希望他们能够展延征用地段的时间，让我们为这些不幸的孩子找到安顿的地方，不至于无家可归。先生，我可以帮你们拍一张照吗？没问题。
杜先生。对不起。什么事啊？你们的活动已经进行了5个小时又45分钟，有关当局只批准了6个钟头，你们收拾一下，准备散会吧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商业集团的人根本还没露脸，能不能再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呢？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。在还没看到成果之前，我绝对不会离开。杜先生，请别让我们为难。抱歉。杜先生，杜先生。不好意思啊。什么事？小花和秀秀不见了。娜娜去接他们放学啊，到了学校找不到他们，回到家他们也不在呀。说他们会不会被绑架了？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去报警。哎，先别紧张，说不定他们2个一时贪玩跑了出去，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吧。可是，放心，没事的。他们是谁？独角龙的孩子。我知道你的行动失败，所以我帮你把他们带回来。你怎么知道？当时我也在现场。你在那里干什么？我希望可以帮上忙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们在哪里见过面？我不认为我们曾经见过面。那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帮我们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因为于姐，我不知道在你们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。不过我知道她很不开心。我希望可以帮他解开这个死结。你认为我帮助你们，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？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那就是于姐。我可以为了她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那我就要谢谢你，帮我把他们带过来。不用客气，人我已经带来了。不过我没有把握能够用他们来交换独角龙。除非这只禽兽它没有人性，连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不要。哥，你疯了！你为什么把他们抓回来？对付不了独角龙，就只好向他们下手。你想对他们做什么？不要怕，哥哥只是接你们过来玩玩而已，哥哥绝对不会欺负你们。保证，哥哥一定不会伤害。你把他们绑成这样，叫他们怎么相信你呀？到底想对他们怎么样？不要紧张好不好？我只是利用他们做人质来交换独角龙而已。当初我们说好的，只对付独角龙，不会伤害小孩子。难道你忘记你的承诺了吗？我没有忘记，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。你看他们怕成这样，你已经伤害他们了。在以后的日子，他们每晚都会做噩梦，都会梦到这一刻。就像我，
在为止都无法忘记当年那种痛苦了，那是无法磨灭的噩梦啊！难道就不是过着跟你一样痛苦的生活吗？你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独角龙赐给我们的。我现在只想跟他讨回一个公道而已。哥，不要这样子下去好吗？我厌倦了，我真的累了。哥，收手，好不好？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我需要更多的时间。我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小姐，我答应你，等我解决了独角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带妈离开这里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哥，我求你，算了吧，哥。不可能的，你等着看，我们报仇的机会越来越靠近了。你别怪她，于杰是女孩子，或许她不了解，有些事情是男人必须去做的。如果她也像你这么想，那就太好了。我等了这个机会等了那么久，终于让我等到了，我怎么可以放弃啊？你们到底跟独角龙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？这个时候，我也不需要再隐瞒什么。子门都已经失踪了3个多钟头了，怎么办？喂。杜明，请问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的孩子现在在我手上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500万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说谎？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。跟你爸爸说几句话。爹地，救我们！爹地，救我们！小华，小华，小华！好，500万没问题，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筹钱，明天你等我电话。如果你敢报警的话，后果会是怎样？你应该很清楚。孩子们怎么样了？暂时还很安全。我们还是去报警吧。不行，绑架案我看太多了，报警未必救得了孩子们。难道就让他们胡作非为吗？如果小华舅舅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出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们救回来。Sir， 已经查到三角的身份了。根据马来西亚警方的资料，三角的原名叫于清，30岁，是马来西亚儿童刑警集团的首脑。他在2个星期前入境新加坡。知道他的落脚处吗？现在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线报。好，你们听着，尽快找出他的下落。我们有的三角资料不多，要去哪里找？对咯，如果小舅在的话，不知道多好啊！他一定会天马行空的说出很多想法，而且也常常给他说中哦。对哦，这里少了小猪，死气沉沉的。少了他这个噪音器啊，这里清静了很多。今天早上我打电话给小猪的时候，他的语气要死不死的。Sir， 他很少这个样子的。是吗 ？Sir， 你不理小猪了？是他自己要辞职的，你要我怎么样 ？Sir， 现在唯一能够让小猪振作起来的就是爱情，不如就用你的爱去感动他吧。啊？你这么靠近我，我很不舒服。无聊，去做工。哦。
我有话要告诉你。干嘛？我知道你最近为了我的畏畏缩缩非常不开心，可是我真的有很多东西要考虑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跟其他人一起生活，我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追。每个月1号早上，我都会到10个去吃东西，2号会吃牛排，3号在家里做饭，4号会去开餐店，5号到法国餐厅，6号到德国餐厅。我1个月30天的饮食都已经策划好了，我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。每天我必须去买个 DVD， 买完 DVD 之后到便利店去买东西。我真的担心，如果有人介入的话，会破坏我的生活规律的。生活规律是可以改变的。不行，你做人可以不要这么死板嘛，随便一点。这是我的人生呢，那你可以随随便便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性格都完全不一样。我没有把握我可以跟你一起相处。那就这样。我只知道，每次看到你不开心，我心里非常的难受。我也知道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。我希望你快乐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没有东西吃啊？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的？你如果有诚意的话，那你就说出那3个字啊。3个字？对不起。干嘛要我向你道歉？到底是装疯还是卖傻？表白最重要的3个字，你竟然都不知道？希腊的莫洛克说过，神圣的3个字胜过于千言万语。著名侦探，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莫洛克是爱情小说家。说啊。我希望你快乐。根本都不是真心诚意想要跟我表白，你只是同情我而已吧？不是的。羞羞。我跟你说，我虽然是一无是处，但是我不是乞丐，不需要施舍的爱情。我已经向你表白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哎，你休想用表白这一招来让我回心转意。我已经决定离开警队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来。雨洁，雨洁，那么巧啊！别喝那么快，你已经醉了。我就是要醉啊！干嘛？有心事？你还不是一样？你怎么知道呢？独自来喝酒的男人只有2个目的：泡妞跟解闷。你不像是前者。我问你，什么是爱情？爱情，爱情就是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快乐可以加倍，而悲伤可以减1半的东西。在我看来，刚好相反。我碰钉子啦！爱情这种东西真的是令人心烦，我觉得一个人生活反而更亲近。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你
有一些人一生都渴望有人可以依靠，可是却没有权利享受爱情。你在说自己啊？爱情本来就是一种奢侈品。于谦，我已经认识你好几年了，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看你开心的笑过。你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有什么苦衷？你为什么就是封闭自己？你以为我想这样的吗？难道不想把心里的痛苦说出来？可是我能这样做吗？我说了，我会不高兴的。他是谁？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要不是他，我不可能会当上法医，更不会有机会坐在这里喝酒。我和他曾经相依为命，可是现在，我们就像双轨列车，越走越远。他到底是谁啊？他就是雨洁，雨洁，带我回来干嘛都没有醉。好，你没醉，你没醉，来，小心，往下。我不要啊，小心。我要回去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等一下！肚子边，雨洁，没换药。我的志愿就是要成为一名最出色的警探，维护正义。Yes。Big Bad。抢钱啊！抢钱啊！抢钱！有人抢我的钱啊！有人抢我的钱啊！不要跑！站住！看什么看？你这星期不做工，还偷老人家的钱，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？走，跟我去警察局。我不要去警察局，我家里还有糖尿病的妈妈要照顾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那你以后还敢不敢偷钱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下次不要再让我抓到你啊，要不然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。
两兄妹被拐，至今已经3天，仍然下落不明。根据被拐孩童于清、于杰的父母，于清、于杰，Sir，有新的发现。Hello everybody。哎，小猪，你回来做什么？我已经想通了，我的人生目标呢就是要维持正义。我从小学开始呢，每一次只要填写志愿的时候，我都会填写警察的。如果不当警察，那我什么都不是啦。所以Sir，请你让我负责，好不好？你以为这里是超级市场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Sorry Sir，我答应你，我下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Sorry，too late。你的证件跟配枪我已经交给上头了。Sir，帮忙啦！对呀，法律不爱人情。Sir，这次你就帮小猪吧Sir please， 拜托，再给我多一次机会。跟你们开玩笑的，下不为例。Thank you Sir， 拜拜。大力士，你刚才说有什么新发现呢？对，你们看，他是不是三角？真的是他。他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啊？明知道警方在追捕他，还敢出现在公共场所，一定是很重要的原因。可能他是为了那些孤儿才来的。他是拐带儿童集团的首脑，难道会支持孤儿咩？如果他的目标不是那些孤儿，那徐曼玲跟杜明可能就是他的目标。可是他们是慈善家，于心会跟他们有什么瓜葛？徐曼玲跟杜明6年前从曼谷来到新加坡做慈善，一直以来曝光的只有徐曼玲。除了这一次孤儿院的抗议，杜明一直都没有露面，所以对他们2个人我们一无所知。想知道的话，那还不容易，去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？接到孩子立刻打给我。好。你自己也要小心啊。放心，这种场面我应付惯。杜先生，我们是警察，有些事想要跟你们谈。请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？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他叫于清，外号三角，涉嫌拐带儿童。警方目前正在找他，协助调查一起谋杀案。你们真的对这个人没有印象？你们在孤儿院请命的时候，他当时也在现场。我们怀疑他的目标就是你们2位。为了你们的安全，你们知道什么，请告诉我们。我们都已经说了不认识这个人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太太最近真的为孤儿院的事忙昏了头。2位警官，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个人。杜先生，对不起。我也不想伤害你们的，是你爸爸逼我的。过来，过来！放手！放手！我不会伤害他们的，是他逼我的，放手！别嫌弃我会
会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应当的神奇。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？用最无辜的表情。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